山花守寡6年，如狼似虎的年龄，每晚都浑身发痒。好在这些年有村长照顾，不但吃喝不愁，晚上还有个人陪。这晚山花刚脱去外衣，高耸的山峦映入眼帘。就在刚要目睹山峦真面目的时候，敲门声打断了山花的动作。我们都睡了，有事明天说吧。哎，山花，我看见你卧房的灯还亮着，快开门，我找你有急事儿。村长是山花家的常客，来去自如，不知道今晚为什么打不开门。山花想着村长每次的经历，让他浑身打颤，除了有个人陪着，跟没有男人没什么区别。每次只有3秒，刚刚躺下就得穿衣服起来。本不想开门的山花，害怕惊动邻居，隐藏6年的秘密曝光，不得不起身披上外衣前去开门。没成想，刚刚出门就窜出来一个黑影，将山花按倒，好悬扯烂了内衣。放开我！这个老流氓，你放开我！男人出现，让村长明白了为什么山花这次挣扎的这么强烈。男人的喊声让村长瞬间没了兴趣，也明白了今后山花不再属于他。你在家养汉子？不是，他是我娘家的堂哥，今天上午帮我来干活，不小心把腿给摔伤了。大海是山花的丈夫，离开家已经6年，大家都以为他死在了外面不再回来。现任的村长已经不认识6年未见的男人，误把他当成了寡妇养的汉子。6年山花为了能吃上一口饱饭，村里只要家里有男人的都接济过他，也算衣食无忧。每个男人只要见到山花就口干舌燥，看着山花扭捏的离开，都会感到血气上冲，不自觉的吞咽吐。我看村长对你没安啥子好心，你要多提防点啊。二嫂，我晓得。为了能攒点钱，略懂医术的山花每天上山采集中药卖给村里的男人。在他的滋补下，村里每家晚上都能听到女人的声音，每个女人都脸色红润。这天在去采药的路上，发现了离家6年的丈夫。大海的出现让山花内心激动不已，首先的想法就是可以甩掉了村长。回想大海的勇猛，内心奇痒，看着奄奄一息的丈夫，不知道这些年他经历了什么，为什么会伤成这样，内心心痛又渴望。没想到大海的归来会给他的生活带来改变，差点毁了他。山花固定好受伤的腿，将大海带回了家。就在山花想着如何向丈夫交代的时候，大海醒了过来，开始询问这些年的去向。丈夫的举动让山花不能理解，是不想说还是不好说？啊，你不愿意说我也不勉强，我把饭已经做好了，你吃完就走吧。山花做了她最爱吃的粥，丈夫狼吞虎咽，想着怎么向山花解释，直到吃完饭也没想出个对策。山花的逐客令让大海不得不离开这个家，看着一瘸一拐的丈夫，在想着每晚的纪律。6年未归的丈夫点燃了山花的欲，于是找个借口把大海留了下来，还从柜子里找了以前的衣服让他换上，把你身上这脏的工作服换下来吧。山花这时候还没意识到大海身上穿的并不是工作服，扔下衣服回到了屋等着丈夫。第2天一早，山花脸色和村里的女人一样变得红润，走路也有了力气。昨晚房间传出来的声音让她有了新婚当晚的感觉。山花采药回来为大海换药的时候，再次打探她这6年的生活。刚刚提起话题，丈夫就打断了她。不想说是怕连累你，还是让我走吧。男人有苦难言，话到嘴边欲言又止。山花不想再继续追问，既然丈夫不说，可能另有苦衷。大海还告诉山花不要声张，自己养完伤就离开。这天山花背着箩筐进城赶集，半路上遇到了赶集的二嫂。接下来二嫂的话吓得山花瘫倒在地，看着山花脸色不对。过来人的二嫂知道，只有每晚能得到滋补的女人才会有这个脸色，趴到山花耳边轻声说道：这家里是不是养了一个呀？二嫂，你看你这是说什么呢？我从你们家院门口路过的时候，我亲眼看见你们院子里边晒着男人的条纹衣服。二嫂的话点醒了山花，想起大海嘱咐的话，怕坏了丈夫的事，假装崴伤了脚，将二嫂打发走后，火急火燎地跑回了家，收起男人的衣服。当她进屋想告诉丈夫事情败露的时候，却看到了丈夫的另一面，最终还是没能狠下心。她不想再过没有丈夫的生活，每晚独守空房，万般蚂蚁啃咬的感觉，她这辈子都不想再尝试，连忙跑了出去。没想到傍晚丈夫回来的事就被老相好发现。山花洗漱完毕，准备和大海共度良宵。这几日折腾让她找到自信，正准备宽衣解带，敲门声传来，得知是村长后心凉了半截。本想搪塞过去的山花得知有重要事情，联想到早上二嫂的话，惊出了冷汗，连忙起身开门。哪成想没等走到大门，村长在暗处一把搂住了她，嘴里还说着不堪入耳的话。如今丈夫回来了，村长的关怀不再需要，山花开始挣扎，越是挣扎，村长越感觉兴奋，对她上下其手，
按倒在磨盘上。就村长即将得逞的时候，大海打开房门冲了出来，村长立马停手，看着男人的出现，开始反客为主，说山花养汉，要将他沉潭。山花不敢说实话，谎称他是我娘家的堂哥，今天上午帮我来干活，不小心把腿给摔伤了。男人破坏了村长的好事，两人也结下了仇。这件事也将男人送回了监狱。村长天天琢磨男人的过去，山花和丈夫坦白了这些年的经历。大海也理解山花这些年不容易。这天，村长派二嫂来打探消息，见事情瞒不住，只得向二嫂坦白。原来是这样。山花之所以不敢公开，是大海不让她说，也没了解出来这6年她的去向。二嫂想帮她去问，被山花拦下。他不说肯定有他的难处，你呀就是心态好，处处替别人着想。我想还是先帮他把腿治好再说。在山花照料下，丈夫的伤好了很多，日子一天天过去。这天深夜，山花辗转反侧，想着这些天丈夫对她的好，是否可以接纳她空白的6年。几日的相处让她舍不得赶她离开。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隔壁，大海在山花房中回来，没有入睡，山花的影子一遍遍出现在脑海。她舍不得离开，可是如今的处境给不了这个家幸福。为了不连累山花，大海给山花留下了一张字条，悄悄地离开了。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山花看到字条，知道大海不会再回来。几日的相处让她倍感失落。这时候，女儿已经接纳了这个第一次见面的爸爸。丈夫走后，山花相思成疾，病倒在了床上。二嫂来照顾她。二嫂守寡几十年，一眼就看出山花的心思，说出了憋在她心里的话。是想他了吧？你看你，我都病成这样了，你开玩笑？啥子开玩笑？刚才医生给你看病的时候，不是都说了吗？一是劳累过度，二是思虑过度。大海回来这几日，让她成了女人。这几天，山花又回到了过去，一个人面对冰冷的床榻。人有生死3000疾，唯有相思最难医。再大的罪也是人遭的，再苦的日子还得过。山花不得不面对生活。这天，孩子在院中玩耍，大海突然推门而入。爸爸回来了！大海的回来治好了相思的山花，久别的重逢避免不了一番温存。眼下日子还得过。温存后，大海和山花一起边荒。聊天中，山花询问这几天的去向，男人欲言又止，始终不肯说出自己的心里话。山花不想为难丈夫，也不再追问。大海这次回来变化很大，好像要把这些年男人应该干的活一次性干完，唯恐时间来不及。山花带着孩子给丈夫帮忙，也接纳了这个神秘丈夫。就在所有活都干完的这天晚上，大海将山花叫到院子，向她说出了自己的秘密。我是一个逃犯。大海的话让山花大吃一惊，原来丈夫这6年在监狱里度过，在她口中得知来到石家沟打工。这天上工途中听到有人喊救命，她上前查看，看到一个女孩衣不遮体，下身流了一滩血，原来是村花雪梅被糟蹋后被人用石头砸晕。大海将她送进医院，也正是大海的这个举动让她有了牢狱之灾。雪梅得到了救治，但是头部受伤失忆了。这时候村民将目标锁定在这个外来人的身上，尤其是村长的儿子二丑尤为积极。就这样，大海莫名其妙的成了糟蹋雪梅的凶手。狱里头我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我千方百计的想办法要跑出去。大海告诉山花，这次出来就是为了报仇，他要将二丑一家杀死。这段时间家里的活已经干完，再无后顾之忧，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山花。告诉山花自己走了以后找个好人嫁了。山花让大海冷静，如果真的杀了二丑，他就永远背着犯人的罪名，还会因杀人失去性命。为了帮丈夫洗脱罪名，山花来到石头沟，找到雪梅说明来意，打算帮助雪梅恢复记忆。回来后安慰丈夫，让他不要担心，只要自己把雪梅的失忆症治好，就能获得清白。那他要是恢复不过来呢？我要等一辈子吗？这个事儿你要有信心，你是个好人，我这个人从来都相信，好人一定有好报。经过这件事，两人回到了从前。山花在大海面前敞开了心扉，在野外当着大海的面褪去外衣，这是他俩第一次在野外。山花没有露出害羞，反倒比较兴奋。瀑布的声音掩盖了山花发出的声音，两人在这里回归了自然。山花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，大海将这6年的亏欠一次性的还给了山花。傍晚，山花将压抑6年的话说了出来，弄得大海措手不及。咱们结婚吧。山花，我现在有冤案在身，不能连累你们。大海要对山花有个交代，做了个决定，要去自首。临走前，将亲手做的项链挂在山花的脖子上。大海走后，山花将孩子托付给二嫂。
独自一人开始寻求治疗失忆症的良药。为了能让雪梅尽快康复，不管刮风下雨，都亲自进山采药，还亲自尝试药的性能。好几次因为是药中毒，只要能帮助大海，就算死都愿意。山花这边忙着为雪梅治疗，还要安慰在监狱里的大海。她的行为感动了上天。经过1年的治疗，雪梅的病终于得到了医治。在雪梅的口中，山花得到了满意的答案。雪梅，你告诉我，那个人是不是秦大海？不是他，那他是谁？雪梅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讲了出来，和大海的猜测一样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光棍二丑所为。面罩被撤下的瞬间起了杀心。雪梅心情平复以后，山花带着她去报案，没想到刚走到门口就被二丑带人截了下来。二丑，你这个王八蛋！哎呀，雪梅啊，你可想死我了！听说你醒了，我爸正准备踩你到你家提亲呢。3年多了，你长得越来越乖了。山花看二丑对着雪梅耍流氓，当即上前就是一个耳光。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！二丑被山花打得蒙头转向，丢了面子，恼羞成怒，将2人绑了起来，威胁雪梅放弃上告，只要她答应不报案，就让父亲上门提亲，还她清白。我就是死也不会嫁给你这种人。二丑在雪梅这里吃了瘪，决定先将2人羞辱一番，再斩草除根。就在几人商量着先后顺序的时候，山花磨断了绳子，带着雪梅逃了出来。为了让雪梅能顺利的进城报案，山花决定走大路吸引二丑。不行，这样他们会很快追上你的。你是当事人，只有你去法院把事情说清楚，才能还大海一个清白，真正的坏人才能受到惩罚。山花知道凶多吉少，将大海送他的项链交给雪梅，告诉他如果自己遭到不测，就拿这个项链去找大海。大海是个好人，如果你们俩真的有缘分，就请你替我照顾我的2个娃娃。大海2人刚刚分开，二丑就带人追来，果然跟山花预期的一样，顺着大路追了上来。几人将山花团团围住，就在他们越行护轨的时候，山花选择了跳崖。大海被无罪释放，他不知道这是山花用性命换来的清白。当他满心欢喜来找山花的时候，却在村民口中的指山花的噩耗。雪梅找到大海，将山花交给他的项链还给大海，说出了山花的意愿。大海哥，就让我们俩一起来抚养这2个苦命的孩子吧。谁说他们俩苦命了？他们现在没有了妈妈，还有我这个爸爸。我愿意做他们的妈妈，不好吗？不好，雪梅，对不起，我心里头只能装得下山花一个女人。大海带着2个孩子回了家，儿子眺望家的方向，老屋竟然升起了袅袅炊烟。爸爸妹妹，妈妈回来了，妈妈回来了。此片名叫《凤凰情》，由赵达、石瑶、沈伐主演。喜欢的朋友请观看原片。